大家在选购手机时最在意的点，如果只能说一个的话，会是什么呢？性能、屏幕还是影像？大家评论弹幕一波。一台手机从点亮屏幕开始，手机内运行的各种 App、相机、拍照图片显示等等都是基于手机内部那颗芯片运行的。性能确实可以说是一切的基础也是一款手机使用生命周期的关键。大众用户普遍都不太了解手机或者也懒得了解，那买一个性能在同价位中是最好的，基本上也就是用的最久的。从入门机到旗舰机，性能体验差异到底有多大？目前哪个价位的手机做到了性能与价格的最佳甜点呢？换句话说，就是我对手机没啥要求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哪个价位段的手机最值得买？Hello， 大家好，我是双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为了更直观的让大家看到价格带来的性能差距，我们选择了统一品牌的手机这红米 12C 到小米13，这价格由低到高一共6台。还是忍不住再说一句由于本期测试周期确实非常长数据库 4.0 当时还未发布本期视频为 3.5 版本，大家在数据库小程序中也可以查到之前 3.5 的数据。立项的时候这14还没发布呢，所以就是13不过这个不影响内容，具体型号和配置有些小伙伴可能忘了我们一张图给大家打出来。选择米系是系统内核比较统一，而且价格区间也比较广从最低的600多块钱到5、6千的手机它全都有。本期由于测试项目非常多，相当于给6台手机跑一遍数据库做汇总处理。为了让你简洁易懂我们以折线图的形式来展现性能和价格的关系。你注意看，横轴是价格，纵轴是各项测试的成绩。图里面如果这个曲线越平缓说明性能提升越小；如果越陡峭，就代表的提升越大换句话说，你只需要加一点点钱就可以得到更强的性能了。当然，本期的价格呢都是按照手机的发售价进行展开的实时价格肯定会有各种优惠的波动我们暂且忽略。影像、外观等因素也非常重要但不是本期的核心点我们也暂不做讨论。价格上面最低的 12C 发售价是649这个价格可能比一些旗舰机双11优惠降的那个价格还要低那个本期最高的小米13是3999是 12C 的 5.16 倍。推荐一下我们的自营二手电商平台闪小白 APP 手机、电脑、平板、耳机、穿戴、生活用品还有运动服饰等等都能在这里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各大应用商店搜索闪小白均可下载。首先是纸面情况，基准跑分是最容易量化性能的方式。娱乐图 V10 12C 最低只有27万加，比小米13低了130多万这个差值比12 Turbo 的跑分都还要高。从12C 到12 Turbo性能随价位提升也是非常明显。从整个曲线变化来看，这1500到1900是手机性能的分水岭，向上跑分是100多万，向下就只有60多万了。当然，每年的性能情况肯定要看每年终端 SoC 的水平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类视频记得点波赞，咱们每年到年底都给大家来一期。K60至尊的跑分还要稍高于小米13，这两台手机旗鼓相当毕竟使用的都是旗舰 SoC 嘛。娱乐图这边是比较明显的随价格升高而升高不过单 GPU 的性能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百元机 12C 的 3D Mark 是703分，价格更高的 12R 只有665分了，这个价格升高反而降低了。从入门到中端机 GPU 性能提升明显，尤其是 Note 12 Turbo 到 K60至尊，后者还是跑分最高的GPU 的最低成绩与旗舰相差有多大呢？入门机与小米13相差21倍与 K60至尊版相差22.4倍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GPU 作为手机中的专用芯片，主要负责图形处理任务，性能低，对应的体验自然也要相对差一些。例如在滑动手机屏幕或者点击 App 的过程之中，相比于小米13的动画效果，这 12C 体验上肯定就有非常大的差别了后者基本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动画了。此外 GPU 也是最早被用于 AI 处理的芯片之一CPU 呢是手机的大脑它的性能强弱会直接影响到手机的性能表现。Geekbench 6单核跑分 12C 最低414分，与最高的小米13相差5倍左右，没有 GPU 那么大的差距。12R 就比 12C 高1.2倍。从整个曲线趋势变化显示，性能也是随着价格上升而上升的。其中 12R 到 Note 13 Pro 上升幅度相对平缓， Note 13 Pro 到12 Turbo 就比较明显了多核表现上 12C 是1308分，与小米13相差4.4倍。 Note 13 Pro 到12 Turbo 提升也是最明显的也就是1500到1900这个价位区间。纸面性能总结，1500到2600这个区间上性能上升可以说是最明显的，尤其是1500到1900，这算是性能随价格提升的甜点区间了。K60至尊的表现其实也挺亮眼综合性能表现与小米13在伯仲之间。当然，手机性能肯定不仅仅取决于 CPU 和 GPU， 还有 NPU 的计算能力内存存储等等相关。性能其实也是影像表现的基础，影像判断其实就更加主观了，不好量化。本期我们也就先不展开了。OK， 纸面看完落地表现呢，王者荣耀是在手机端适配非常好的游戏这手机最高能支持的帧率和画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手机的性能水平。
在这张适配表中啊，也能看到一条随着价格上升而逐渐上升的线。12C 最高可以选到60高清啊，12R 则是60极致。Note 13 Pro 是90高清，也随着性能的提升，可以适配更高的帧率和画质，自然也就能带来体验的提升了。再往上的3款手机都能达到120帧极致画质。不过啊，适配 OK 也并不能一定说明它的表现就非常好。在数据库 3.5 标准测试模型中啊，在支持的最高帧率和画质下，我们进行了一波测试啊。这 12C 60帧高清画质，这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半小时平均帧率56.7帧，12R 60极致，这帧率不能稳定在60啊，而且实际团战过程中还有比较明显的卡顿啊。半小时测试平均是57.3帧。Note 13 Pro 90帧高清画质，帧率表现相对稳定，没有明显的掉帧，不过平均帧率是88.1啊，没有到满帧。另外这3款手机的机身最高温度都超过了42摄氏度。综合帧率表现来看，在支持的最高帧率下玩王者，大家还是有一些吃力的啊，建议你可以调低一档。剩下的3款手机都能顶到最高，换到压力更高的元神 Note 12 Turbo 与 K60 至尊和小米13都拉开了差距。后面2款的游戏性能也基本上是上半年游戏表现的高点了。手机性能的高低肯定也影响着应用的加载和大文件夹解压，这也是日常体验的关键啊。我们专门测试了一波原神解压加载的时间 ，12C 用时1689秒啊，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12R 长了1.2倍啊，相差还是比较大的。解压时间这块还并不随着价格上升而提升啊。Note 13 Pro 用时811秒，比12R 还要慢一些啊。最快的小米13 402秒，其次 K60 至尊也在400多秒，变化幅度也比较小。Note 12 Turbo 也在500出头，终端到旗舰原神资源解压这个环节差距还是比较小的。除了 12C 到 12R 的提升幅度最大之外啊，1500到1900这个价位区间的机器啊，提升是最为明显的。下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入门机到旗舰机实际的区别核心到底是什么？前面的数据表现也能看出啊，随着手机价格上升，体验也确实会随之提高啊。价格更高一些的手机，主要带来的是体验性价值。如果就回到手机本身的属性，我们暂且把它总结为承载着这3种价值啊：功能性价值、体验性价值和象征性价值。手机的功能性价值其实很能理解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工具嘛，能帮助我们实现基础的通讯啊、娱乐啊，比如说打电话、微信啊、QQ 啊，这个玩个原神啊、玩个吃鸡啊、看个视频，这些功能无论是旗舰的小米13、14啊，还是入门的12C，它都能做到。但体验性价值就要更进一步了啊，比如说你玩这些东西都可以，那它们具体表现怎么样啊？流畅度怎么样？玩游戏的过程中有没有很丝滑呀？帧率多少？画质怎么样啊？以及游戏过程中的稳定度表现如何啊？这些都是体验性价值了啊。而这些体验升级的背后，都是以性能作为基础的。比如说12C、12R 的性能表现，它们并不好啊，直接的结果就是游戏体验比较差。但它们的功能性价值啊，其实都没啥问题。就是你说它能玩吗？也能玩啊。这个视频呢也能看。这里还要提一下，在这种评价体系内啊，手机的质感啊，还有手感啊、颜色啊，也都属于体验性价值。不过手机既是一个工具，它同时也是我们随身携带的一件附属品。某种程度上，它其实和手表是有点像的，具有一定的象征性价值，特别是品牌带来的溢价，这也就是很多人想要的那种面子感啊，这就要更上一层了。一说到这儿，估计有些基友嗤之以鼻，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对于大众而言，很多人就是有这个需求啊，要不也不会催生电子茅台了，对吧？你能发现有很多手机在配置和性能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就是改了一个外观 ID 啊，名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哎，这价格就可以上涨好几千。这样说小伙伴们就比较好理解了啊。当然，对于大众而言，性能并非就是越高越好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满足自己的基础需求就够了。在考虑是购买旗舰手机还是入门机、中端机时啊，这可能就得根据你愿意为体验支付的成本来去计算了。这里其实我们就是单纯的告诉大家，如果你完全不在意这些东西的话啊，就是基础需求，那哪个价位段的手机比较值得你入手啊？ OK， 总结一下，仅从本期的样本显示啊，从入门到旗舰手机，性能肯定是随着价格的上升而提高的。而1500到2600的性能提升其实是最明显的。如果详细拆分来看的话，1500到1900这个价位区间上是价格与性能啊提升感最强的甜点区间。再往上就是2600左右的中端机了。他们以各品牌大旗舰的性能其实是旗鼓相当的。如果你对手机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我们回答本期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1900元左右和2600块钱左右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当然，旗舰机的手感啊、外观啊，以及它们的外围配置啊，其实是有一定差别的。如果在选择手机时主要
要看重的是性能，那搭载旗舰型的中端机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啊。基友们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这种机型啊。这个方法论其实基本上也可以判断其他品牌和后续的各种手机。随着价格上升带来的性能提升，在手机上到一定价格之后，其实都差不太多了啊。更多的就是体验上的这个提升了啊。当然啊，这种上升的边际收益也是越来越小的。不过是聊了这么多啊，如果您是富哥啊，那就完全不用在意这些东西了啊，您喜欢就好了啊。OK， 这期片子就到这儿。如果觉得聊的这些东西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了啊。更多人和精彩，大家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是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